这妹子竟然想把自己的命献给邪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打败大坏蛋的魔王大人。但一开口就请邪龙把他吃了，那邪龙直接都懵了。别胡说八道了，我才是个纯的素食者。妹子对他自家的肉质还挺有信心的。老龙这么回应道：“你这是病得不轻啊！要是让我把你吃了，你就凉凉了。”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，能被邪龙吃掉对他来说是种荣耀。阿龙却说他从不吃人。他也不是什么邪龙，他平时就喜欢吃点水果和草，就别再传我是邪龙的谣言了。妹子这才恍然大悟，然后他就把水果切成拼盘，自己也躺在了拼盘的中心。妹子宣布他要统治这一方。他虽然是魔王军里的干部，但他的实力远超魔王，所以他宁愿牺牲生命，也要保证大家的安全。阿龙又一次傻眼了，这谣言到底是谁传的呢？他都活了5000年了，除了吃草长膘，啥都没长。他其实自认没啥本事，还劝那小妹子快些回家，别让你爸妈担心了。女孩却说他无家可归，没人会为他流泪，即便他回村了，也是为了被牺牲，他逃不过一死。阿龙半夜想到这都忍不住自己给自己一耳光，真是活该啊！看到女孩想要自杀，阿龙马上上前去劝。他注意到女孩身上微弱的魔力，心里有些感慨，这女孩如果不成祭品，说不定将来能成为个魔导士的。但他又不想让女孩就这么自甘堕落，所以只好假装把少女的灵魂给吃了。其实他有能力，不用杀人就能吃灵魂。他让女孩回村，说自己会跟村民解释清楚，谁知道女孩却说她的灵魂已经被吃了。他现在成了邪龙的小跟班。阿龙对这个妹子还挺照应的，他可不想她光着脚丫子回家踩着石头，说什么也得送她一程。有点奇葩的是，森林里的动物们见了都吓得要死。恶龙心里可委屈了，其实他老实本分的很，不过是个宅家的吃素龙。好歹挤到村口，阿龙还指望村里人能热乎乎的迎接他，结果人家一看见他就吓得要命。但他也不能露馅，自己其实是个弱鸡龙，所以他就装模作样的跟村民们说，女孩子的灵魂他都吞了，可他还担心这孩子没爹没娘的会受气，就故作威风说那灵魂吃的特别香，叫村里的人别再拿破烂祭品来献媚，还说这小妮为村子立了功，他也不想捣乱打魔王的事呢。他得再好好想想，反正躲回洞里宅个180年的也没谁记得。正琢磨着呢，这时候有人砸他脸上来了块石头。阿伦那个疼啊，他又不等吭声，看着那小黄头发的少年好像是来为小妞出头，村里的人赶紧把小黄给按着。阿龙只好装作那石头对他不疼不痒的。小黄在那咆哮说要给林子报仇，没错，这林子就是那妹子。谁知道林子走上前，一把掐住了小黄的脸。他说他已经是邪龙的小跟班了。小黄对大龙哥不敬，他就得弄死他。小黄肯定以为林子是被洗脑了，他还说自己愿意去喂那邪龙，毕竟最开始那亲是他抽的。村长却在那儿瞎说，你瞎搅和啥呢？要不是你是家里的接班人，我才不用林子当什么祭品呢。阿龙看着小黄愿意保护林子，觉得这小伙子或许能让林子改变自己的牺牲精神。就在这时候，魔物突然来袭击村子了。这帮魔物是一群可厉害的暗影狼。阿龙记得这些家伙特别难缠，想跑都跑不掉了。村民们一看情况不妙，赶紧往村子里跑。他们信誓旦旦地说，邪龙肯定能轻松搞定这帮魔物。阿龙束手无策，只得以死相拼。化作一条红龙，他原本计划咆哮以吓退狼群，而狼群对他的语言充耳不闻。林子出人意料地跳到了龙头之上，表明自己作为邪龙的信徒对待魔兽的不敬不能忍受，随即释放出强大的魔力，瞬间灭掉了狼群。女孩说自己被邪龙吞噬的那一刻就已经超越了凡胎之躯，决心将这些狼化为灰烬。尽管之前感觉女孩魔力不足，如今她却拥有数千年来仅数人能及的大魔导师之力。林子却淡定表示，他仅仅动用了邪龙一角之力。阿龙惊讶万分，自己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这孩子居然比我还要可怕。直到自己背上被骑着去对抗魔王，阿伦都没搞明白到底怎么了。阿伦感觉人们或许误解了他，这种奇怪的舞蹈让他一点也不开心。他打算和村长的儿子小黄好好谈谈。本以为小黄会关心，肯定会信任他的话，谁知小黄根本不买账。他认为阿龙是出于对魔王的恐惧而说谎。没料到旁边的林子觉得小黄对邪龙不敬，拔刀就准备解决小黄。他和小黄的关系一塌糊涂，小黄一有机会就想把他逐吞子，还想让他换上特制的衣服，以免引人注意。尽管可能会受到家法制裁，他依然执着于驱逐林子。我就在想，小黄会不会是为了救你？但林子却认为小黄是嫉妒他没能成为祭品，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洞察。林子说，小村庄怎能囚禁真龙？他迫不及待要向邪龙证明自己作为使徒的实力。小黄在一旁大声叫嚷，肯定是被邪龙洗脑了。
总有一天他要救林子脱离邪龙之手，别把我描绘成绑架公主的大坏龙。林子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咱们何不把小黄家的值钱货一网打尽，就当是那家伙赶咱们走的补偿。林子换了身衣服，小黄这才舒了口气。原来衣服上有特别的魔法，能让林子免受恶龙伤害。林子看是不放在心上，他说自己打算去给邪龙讨伐魔王。正好今晚是满月，邪龙力量超强，林子叫邪龙展翅高飞。阿龙傻了眼，我哪会飞啊？可林子没给他解释的机会，自己先展翅飞了起来，硬是带着邪龙飞走。没想到阿龙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阿龙自觉打不过魔王，他得找地方把孩子安置好再撤，找了个理由说自己休息太久，要先了解下现在的世界怎么样，让林子先去城镇找伙伴。林子佩斯非常佩服，然后启用了邪龙千里眼。阿龙自己都没掌握的绝技，这孩子老爱给自己加点奇特技能。林子看到远处有座城市，但那里物价狂飙，并不适宜居住。可阿龙还是带他去了，因为远远就能看见那亮堂堂的灯火，明显是大城市。以林子的能力，在这应该能过得不错。可一靠近仔细一瞧，天哪，灯火辉煌，下面真的起火了！雇佣兵们跟魔物激战正酣。林子觉得这点事小菜一碟。这时候飞行魔物直扑过来，地面士兵也举起弓箭瞄准阿龙。林子一开口吐息，那些魔物全被消灭了。地面上的人都惊呆了，我的天啊，这不就是传说中能跟魔王一较高下的邪龙吗？林子说，邪龙本无意伤人，人类去敢惹邪龙，胆子倒是挺大的。阿龙快哭出来了，这不是把他当反派定性了吗？谁料人群里走出来位将军，这位将军叫骑士长，他是这都市的头，他请求俩人出手相助，救这座城市。林子说，邪龙实力超强，毁城轻而易举。骑士长点了点头，毕竟林子一出道就这么牛，主人的实力肯定也很吓人。然后骑士长又来一顿可怜兮兮。而说到这份上，阿龙也不忍不管，让林子帮忙。不过这些小鸟会不停的复活，目标就是纵火，最好就是林子直接秒了他们。邪龙自己是真没啥技能，只能忽悠林子，这是练功的绝佳机会。问林子愿不愿意去干掉魔物，林子说他忠于邪龙，二话不说就冲出去了，把那些家伙全解决了。阿龙和骑士长在那分析，这些家伙不死心，肯定是有人在后面操纵，得找个高点的地方，比如那边的高塔。骑士长也感慨，不愧是魔王军的高手。阿龙犹豫了，他不过是活久点的老龙农。银子打完魔物回来了，阿龙让他在身边歇会儿，心里又在想，骑士长看的是个好人，如果能把林子托付给骑士长，自己也能回山洞放心了。林子却做了个噩梦，梦到自己被父亲抛弃的情形。阿龙也听见林子叫父亲，心里一阵软。这时候骑士长也把问题处理好了，回来了，对阿龙的帮助表示感谢。阿龙请骑士长照顾林子。骑士长猜疑阿龙有没有别的图谋，阿龙却诚实告诉他，林子的力量不是我传授的，那是林子自己的能力。如果能在这训练林子将来准能成为大魔导师，帮助骑士长他们。可骑士长一点都不信，但他还是同意先安排林子住下来，其他事情再说。骑士长有个困扰多时的疑问，问阿龙为什么背叛魔王。阿龙的实力那么强，魔王应该会待他不薄。阿龙解释说，这其中有误解，我并不是邪龙，只是个吃素的龙，可惜没人买账。骑士长就是不信，还以为阿龙害怕了魔王，才把问题甩给林子，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阿龙说，或许林子是天才儿童，骑强还是不信，因为如果按阿龙说的，这力量真是林子自己的，他随时都可能失控，被魔力吞没，林子说不定会变成龙。阿龙还没细想，骑士长就坦白了，原来是魔王的铁粉。不是吧，你这小子是卧底啊！他一上来就想杀阿龙，结果林子一挡。林子说，为了补偿失态，他会亲手斩掉骑士长的头，他的魔力比自己还强，可惜对付魔物时已经耗尽了魔力，只能用剑术了。林子没法赢。阿龙看呆了，太强了，明明是把重剑，却比小刀还灵活，这样下去林子快撑不住了。骑士长用诱骗攻击成功让林子晕过去，现在没人能阻止他和阿龙开始战斗，竟然一剑把阿龙打倒。阿龙感到了疼痛，但身上没伤。骑士长说，疼就对了，他的剑只造成固定伤害。阿龙哑然，你不能让我痛快点吗？骑士长根本没换成普通剑，他就是想试试阿龙。发现阿龙真的不还手，意识到阿龙说的可能是真的，只是稍微试了试，这剑只会让人感到疼，不会真伤到人，只是心理上的打击。至于萌王，骑士长也是在胡说，如果他真是萌王干部，早就该毁城了，但他说自己是萌王，阿龙可能会怪到萌王头上。骑士长告诉阿龙，尽量别露出自己弱，他是林子的信仰。
信仰到了，林子可能出事。阿龙的悬赏金只比魔王低那么一点，如果肉弱，阿龙可能真有危险。骑士长能帮的就是劝他好好活着，让老龙告诉林子那场战斗只是梦，因为他知道老龙说的林子会信。第二天，林子醒来发现阿龙变小了，林子目瞪口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得从骑士长说起。昨晚，骑士长知道了真相，觉得老龙太麻烦，不知道他哪弄的返老还童时买是毒的东西，就这么跟老龙灌嘴里去了，想让他缩小点，你这是要他小命啊！老龙可不好直说给林子听，这孩子知道了，非得找骑士长麻烦不可。老龙只能编个谎，身子太高，老得弯腰看人，颈椎疼，防着以后的麻烦，才把自己弄得小点儿，简直是胡扯，也有人信。老龙接着对林子说：“咱们收拾收拾走吧。”林子总感觉昨晚打架不像梦，觉得骑士长对老龙做了啥不好的。阿龙得赶紧糊弄过去，骑士长可是帮忙升级装备了，人家是好心人。骑士长送走老龙和林子后，小黄这孩子跟了上来，他说自己是勇者后代，这趟是来救林子这姑娘的。此时城市战后瓦砾乱掉，小黄差点被砸平，幸好骑士长住了。骑士长警告小黄，外头的世界很是凶险。小黄却听见旁人说，骑士长将军真是牛，昨晚跟邪龙斗得旗鼓相当。小黄一下就跪了，求骑士长收自己做徒弟。他说得打败阿龙救林子，没想到骑士长真同意训练他。这哪是训练啊，简直是把小黄当苦工使，还趁机为他自己研究的药。小黄不愿回去，只能泪眼验药。老龙这么久没吃过草了，可他怕骑士长说的，自己忍不住让林子的信仰崩了。这时候呢，树林里出来一帮山贼，他们说要把林子抓去卖钱。林子说自己能轻松搞定，老龙却让他不要随便出手，这可能会影响跟人类的结盟。林子真听话，没动手呢。老龙劝那山贼们别惹林子。山贼一瞧，哇塞，蜥蜴还会说人话，非得把他抓去卖大钱。听他们聊天的样子，老龙知道这俩是拐卖人口的，但因为挑三拣四的，两个贩子就打起来了。要是早点动手，这帮人或许就自己打起内乱了。那帮人还在那骂骂咧咧的，叫老龙蜥蜴。林子气坏了，山贼看出来了，还凑过来挑衅，有本事打我啊！大叔，我还真没见过这么主动挨打的。老龙轻拍林子肩膀，叫他手下留情。山贼就被一指头弹飞了。另外两个小弟吓得尖叫，老龙就让他们带入去人质关押地。老龙发现隔壁山洞更吸引他，问为啥人质要关着。两个小弟说那山洞特别诡异。老龙对那山洞很好奇，就说是在考核林子，让林子把人质送到城镇，自己在山洞等他。林子高高兴兴答应了。老龙趁机冲山洞大吃一顿，下定决心要在山洞吃好一顿苔藓。可山贼的忠告没听，吃亏就在眼前。老龙一进山洞就掉坑里了，陷阱里还有个怪异的黑眼。老龙吓得赶紧跑，差点又触发了陷阱。背后的黑影拍了拍肩膀，都说了别跑了嘛。老龙以为自己玩完了，黑影却告诉他这陷阱，还递了个苹果给老龙。老龙感动的哭了，在黑影喂食下吃了个痛快，还好遇到好人啊。黑影说前面有个强大的家伙，老龙以为可能是林子，黑影却说不是人类。老龙心想，林子不就是个人吗？他还觉得这山洞风景挺好，应该有好多人会来玩。可黑影说这的宝贝都没了，所以没人会来瞅这些空巢老家伙。黑影自己也挪不了窝，去别的地方。原来黑影是个狩猎神的，他当年教人类怎么打猎，那伙人全都学会了狩猎，他这神就被丢一边了。黑影只能教猎才能离开，现在他想出去，可是没人要他教了。阿龙看他这么对自己，心说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待着，就问黑影能不能教自己狩猎。黑影一听这话，自己就能脱身了。老龙感觉自己好像被忽悠了，赶紧一出门就要教老龙狩猎，说要3小时把他训成顶尖猎人。老龙跟他说自己这年来试过学很多东西，后来意识到再怎么努力也不是天才。小黑说没有教不会的徒弟，只有教不会的师傅，他不信有教不好的徒弟。小黑摇出个小皮鞭，说3小时包教会。老龙感觉有点不妙，果不其然，下秒就被拉去做仰卧起坐。为了不让气氛尴尬，老龙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。可他背上那些刺真做不了仰卧起坐。小黑一脸懵逼，不可能吧？这世上哪有人躺不平的？他教了那么多年，从没碰到这种情况。老龙解释说，你教的都是人类，我这不是龙吗？接下来是平衡训练项目，老龙走不动道，因为他体重超标。小黑说没事，失败也是通往成功的一步，再加把劲儿就行了。空老龙怎么走？那独木桥都得断。老龙这时候真想念林子，可林子他们还没自首呢。小黑带着老龙疯狂特训，高度也调了，结果他怕碰到炸弹，结果老龙忘了返老还童药的时间了，开始变大个儿，直接撞上了炸弹。8小时过去了，小黑还是没教成老龙狩猎，他信仰教学都要崩了。
老龙在安慰他，不关你的事，说自己本来就不行。小黑不甘心，还把力量给了老龙，让他试试力量聚起来的感觉。结果老龙一进去，力量就散了。小黑回头一说，老龙出事了，然后就消失了，还说别跟人提起他自己教学生涯的败笔。老龙就睡了，等林子回来。第二天看到林子，他都哭了。林子说有个好城市，外头就一护城河，预计被魔王霸占，说不如让老龙来管。老龙说不干，他只想好好睡觉。可林子已经拉着他去城市了，一人一龙上路了。林子想统一城市，被老龙制止了。老龙纳闷，这城市怎么没防护？林子用眼神探出城市本质，上面有个大阵法，城里还有个水之圣女。老龙还没问清楚，水之圣女的声音就在他脑海里响起。对方以为老龙是故意隐瞒身份，见到老龙快点离开这城市。话音未落，老龙就听见水之圣女的惨叫。林子的旁边从水里伸手出来，他说结界没了，他们现在可以进城。老龙问林子圣女怎么了，他只是往水里加了点老龙的魔力，没想到小姑娘被吓成这样。圣女在水里给抓个正着，吓得直接跑了背。林子觉得要是老龙出手，那姑娘肯定跑不了。老龙意识到事情麻烦了，他又进城找圣女澄清误会，还想恢复城市的结界，发现路人看他们眼神怪怪的。老龙想着机会不错，叫林子按原计划行动，打算伪装一下身份。原来计划是林子假扮马戏团的，老龙就是驯兽师。人们一听说盛典要来了，魔兽能进城，肯定是魔术师的功劳，得到了余下的允许。热心市民还介绍圣女传说，从前这城市原是戈壁，圣女能操纵水土，让土地变得好种，河流也为了祭拜圣女，城市每年都有盛典。林子没说，圣女已经吓跑了。市民听老龙说话了，老龙说这也是他的特技，没想到你们真信了。老龙和林子到了旅馆，让林子好好休息，他自己去找圣女成亲，没让林子跟着。林子却搞错了，他以为老龙留他下有别的用意，只因为有其他的原因。老龙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到底误会了啥，他决定自己出门去找圣女，他怎么也找不到人影，找了整个下午。他想去喝点水歇歇，圣女可被林子的力量吓坏了，认定老龙肯定要追杀他，所以他躲进酒馆的水杯里了。哪知道老龙真的追来了，圣女觉得老龙太可怕了，她逃到水槽里去，没想到老龙还是跟着来了。他口渴的厉害，正想喝口水，听说河水被圣女净化过了，他觉得自己轻易靠近是危险的，担心会被净化水伤到。终于看到水槽里有水，他兴奋地走过去，伸手一摸，啥也没摸到。老龙只好继续找圣女，但就是找不到那个跑掉的圣女，连水都喝不上。最后他和圣女都累趴在水边，老龙又饿又渴。这时候几个孩子跑过来了，他们很好奇会说话的饿狼，听到老龙肚子饿就递水果给他。老龙开心的要去吃水果，圣女以为他要对小孩不利，马上跳出来挡在小孩前面。他说他不会再逃了，叫他别碰孩子们。小孩就觉得老龙挺好，老龙解释自己是吃素的，求他让他先吃块水果。可圣女已经把孩子们劝回家了，老龙心里崩溃，想还是回旅馆算了。圣女问是不是送他回去，他就不回城了。老龙说他本来没想回城。圣女还在那儿说自己只是个小姑娘，在老龙提醒下，她终于修复了结界。圣女决定把老龙送回旅馆，还说他最好明儿就走人，不然他就得去找圣女告个状。老龙早就识破他就是圣女，对他的戏法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他打算先回旅馆大吃一顿，一到就看到林子全身笼罩着黑气在修行。林子说他还没到师傅那水平，这水平连老龙都摸不透。老龙跟林子说了，这城市里有好多和他同龄的孩子，明天有空就带他去玩。林子以为老龙看不上他的实力呢，老龙解释只是想让他多交交朋友。可林子觉得这城市的人太把魔物当神了，他不太能信任这帮人。老龙这时才明白，原来圣女是能操纵泥土和水的魔物啊。老龙对林子说，你不是也把邪龙当大哥吗？不能事先带有偏见，见到圣女后再决定她好坏。老龙叫林子早点睡，自己就趴地板上准备着了。林子觉得床高过老龙，他就想趴老龙旁边睡。老龙无奈给这小子盖了毯子，同时另一只白龙飞到了城市上空，决定要摧毁城市的结界。结果发现结界已经弱了好多，这会不会是圣女设的套呢？这才是真的邪龙，口上说着解就弱，实际上俩人都不敢落地。老龙被圣女的声音吵醒，老龙刚睁眼就哈欠连天，一看林子已经把圣女压地上了，胆子挺大嘛，敢来打扰大佬睡觉。
老龙赶紧把圣女捞起来，圣女说她是来送早饭的，还暗示今儿个天气好，应该离开城市。老龙哭笑不得，用不着这么击碎人。圣女不认账，老龙吐槽道：“你刚才水花四溅的。”圣女忙不迭展开准备的早饭，竟是翻垃圾桶捡的剩饭剩菜。林子又一次把圣女压在了地上，这回圣女吓得化成水直接溜了。林子感觉他是在小瞧老龙，老龙只能叹气，跟林子讲，他得有强者的样子，得把力气用在刀刃上。老龙对林子说，平时除了自保，暂时别随便使力。看着林子那虚弱的脸，老龙怕是说中了，林子却以为让老龙失望了，心里不好受。老龙看出他在反思，心里挺高兴，又夸林子潜力无限。林子一下子乐开了花。老龙让他去和小伙伴们混会，说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。林子保证任务必达，跟老龙告个别就跑了。老龙打算趁空就给圣女解释一番，结果一出门脚下就是水，然后就被圣女给拐跑了。林子刚走没多久就发现老龙不见了，他犹豫了下，还是决定先去完成任务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。小朋友们也看到他了，马上围上来打招呼，还问林子看没看到龙了。林子不知道龙是指老龙，还以为除了老龙还有其他龙会和人玩，他就决定去找找看。这时老龙差点和圣女一起玩完，城里突然冒出一大龙，宣布他要代表魔王教训人类。这时林子走过来了，他找到了龙龙一起来玩吧。白龙说他不跟小屁孩计较，然后林子就抓住他尾巴。白龙想吓唬林子，白龙说要让林子尝尝厉害。正准备使劲的时候，林子就把他给举起来了，还问他要不要一起玩波板球去。这会儿白龙完成皮球了，白龙气得不轻，直接飞上了天，准备一口气把这城市夷为平地。地面上的人吓得跑散了。这时候林子已经飞到他后头去了。你是挺喜欢高空的吗？林子一把抓住白龙尾巴，直接把他砸到地里。白龙感觉事情不妙，这些人类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忽然一只螳螂飞到白龙身边，把黑气全吸走。林子拽着白龙在地上狂揍，老龙差点给圣女淹没了，但林子在地上用魔力打白龙，魔力波动把圣女震晕过去。两人从天上掉了下来，老龙下意识用了狩猎之神的力量，没想到真的弄出个弹性十足的黑球，而且球现在变成鸭子了。圣女本来要用水淹了老龙，老龙吓得拼命划水，黑球又救了他一次。老龙看见圣女操的水，想到林子说的是对的，说魔王会用活水的魔兽，那少女可能是魔王的下属。少女觉得自己保护了城市，为啥你们还不放过我？老龙说自己啥也没做啊。圣女想把老龙关起来，把城市的水都抽干，做个水啊。老龙只好求帮手。小黑的影子冒出来了，他说我也不能事事帮你。小黑原则是只帮徒弟2次，以后得靠老龙自己。小黑正要叫老龙用力量，圣女却把信号给屏蔽了，老龙一个要点都没听见。少女想吸干老龙魔力，先把返老还童药力吸了，老龙体型就膨胀了，直接把空间炸开。白龙搭档藏身昆虫跑了，他本来还打算亲自回城市动手呢，结果一看广场中央，老龙和圣女突然飞出来了。圣女泪汪汪地说自己守不住这一方，他还以为老龙是魔王派来的，希望老龙在他走后别伤害这城市的人。老龙吐个槽，你们听我解释啊。他说少女以前是魔物也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他想保护人类。老龙信任连魔物都能当好仙女，少女听了直掉眼泪。老龙趁热打铁，说自己也不是啥邪龙大厨，就是个爱吃草的大家伙。双方达成了共识。老龙打算去找林子，结果一转身，圣女头上多了只虫。老龙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这城市有结界，魔物本应进不来。果不其然，圣女的状态就是个警报，那恶灵一直在给圣女洗脑，试图让她的暗恋爆发。圣女就开始横扫饥饿，用自己控制的水和泥土混合，泥浆覆盖了整座城市。老龙都傻眼了，刚刚还好端端的，怎么一下变成水泥怪了？圣女说她的使命就是给人类带灾难。老龙看着圣女用泥浆横扫，以为人们会害怕逃走，谁知这帮人不但不跑，反而上前开心的在泥土里打滚，说是圣女给的土地，高兴坏了，还打算提前庆祝呢。少女明显有点火，开始酝酿大批泥土，想要把人群淹没。老龙看出不对，赶忙喊林子，林子飞过来一拳打穿泥土，泥土溅到地上，还溅了老龙一身。现场众人更是兴奋，呼喊着新土地来了。林子向老龙报告情况，刚在和小朋友们玩龙游戏，正打算砍一下龙头当玩具呢，听见老龙一召唤，立马就飞奔到现场。这边圣女正哭得稀里哗啦，她费劲变出的泥水竟然对人类没造成任何威胁，心里那个堵得慌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。说实话，你长得太像娘了。少女加入魔王军的早期遭了不少人的嘲笑，说她太弱小了，
没人认可他，就跑到戈壁滩上去了，在那儿碰上了一群逃荒的人，他想把这些人都干倒，这样魔物们就会夸他了。他刚变出水来，这帮人就激动的不得了。天哪，终于有水喝了，这帮人就激动的不得了，可以在这儿开地种田了。堂中里是魔物，反倒觉得她是尊贵的圣女，圣女被人需要，感到有点小激动。就在这儿改变了土地，人类在这建起了城市。城市建成之后，她成了水之圣女。看着这些人，她打算养肥了再说，实际上是舍不得下手。少女觉得自己在夸赞里迷失了，觉得自己不是个合格的魔物。老龙觉得圣女多虑了，她本质上并不坏，只是需要好好引导一下。小女孩看见老龙就跑来打招呼，她看到圣女在哭，就跟她说，圣女给了他们肥沃的土地，就是为了看到大家开心的笑，希望少女别哭了。少女哭得更厉害了，觉得这不就是说她无能吗？老龙赶紧安慰圣女，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圣女是打算毁了这城市，还是保护它？她自己选，是变身为城市的守护者，还是圣女？她说了算，这一切全都得圣女自己决定。邪恶灵魂觉得圣女太废了，林子说过老龙在这儿最厉害，于是他二话不说就附身了。老龙决定让他看看自己内心的邪恶吧，那我就先乐呵呵的等着。邪恶灵魂以为老龙心里全是黑暗，老龙还以为自己是累坏了闹幻听。他了解了这里的人，觉得他们太天真了，居然把没用的魔物当成女巫来崇拜，以为老龙肯定瞧不上这种城市，说如果老龙真统治了这城市，那他们就继续往下一个城市走。老龙觉得也不用自己劝圣女了，就决定和林子悄咪咪的溜了。但圣女挡住了他们，想让他们参加完盛典再说。老龙答应了，说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。他懂了老龙的计划，那个找老龙黑暗面的邪恶灵魂也目瞪口呆了。这计划把黑暗藏得太深了，怪不得他这么厉害。只要老龙还在，他就能利用老龙手上这座城市。当时有个朝星辰的吟游诗人找到了城市的长者，问这城市有没有故事。长者说他们正在修街道。长者告诉他，刚才一条好心的龙在跟小女孩玩。吟游诗人问那龙在哪儿，长者就指了个方向。这时白龙边说自己是魔王军干部，边差点被吓出心理阴影。老师不客气地说自己是乖乖龙，老龙被一群小姑娘玩的，白龙就开始抱怨个没完，可能是在为明天的节目排练吧。吟游诗人感觉哪里不对头，打算赶紧回工会报信。这时候小芳还在训练，骑士长走到了围观的人群看榜单，听说隔壁城市那邪龙闹腾了，小黄马上说要去救林子。骑士长觉得那龙不太像老龙，所以没让小黄冲过去，还告诉小黄他现在去了也没用，叫他回去多练练。骑士长也不信那龙是老龙，但感觉肯定有啥不祥的事要发生，他决定亲自去现场看看。城里那晚搞了个美食盛宴，老龙让林子自个儿去玩，他自己饿得肚子叫，就打算找杨震的草吃，结果到那儿草都被抢光了，还好有小丫头给了他点新鲜草。老龙正吃得欢呢，突然听见林子的声音，他害怕林子会失望，就假装成只羊，探着草被别的羊抢了，他就哭丧着脸，心想要是这草都是自己的多好。邪恶灵魂看准时机，激起了老龙心里的邪念。老龙回想起1000年前的恶行，他承认自己1000年前真干过坏事，那时候他把树上果子全摘了。他还真是只自信的龙，就跟羊群起了冲突，决定去抢草吃，结果黑化状态下连羊都没打过，反被打得清醒。小女孩觉得他挺可怜的，说城外还有只白龙也饿着呢，说不定能碰个面。老龙跟着小女孩出了城，看见白龙已经被林子玩坏了。林子说的龙原来真有其龙，老龙只好说白龙是他同伴，叫小女孩先回家，他得单独跟白龙聊聊。老龙看林子折腾人够呛，本来想帮林子道歉，结果白龙一听老龙认识林子，就缠着老龙玩，因为是初次见面，邪恶灵魂又钻回白龙身体里去了，觉得白龙现在经不住自己，打算直接占了白龙的身体。白龙告诉他别找死，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，所以邪灵才能侵占他的身体，但邪灵还直接攻击老龙了，这白龙现在彻底变态了。老龙差点就被秒了，吓得赶紧喊林子来救。林子一来就踢了白龙一脚，老龙急忙装作吃软饭的样子，于是他爬了起来。邪灵发现这城里最强的就是林子，林子身上的魔力好像不是老龙的，刚才那接触太短暂了，现在得赶紧和林子混熟，这样才能操控林子的情绪。白龙说，进而得使出浑身解数挠林子痒痒。老龙头一次听这么狠的话，老龙看林子这儿，提醒林子小心点，别真把城给玩垮了。邪灵就这机会钻进林子体内了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蝶歌灵魂说道。
还在探探林子的内心世界，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抓不住林子的内心世界，林子的黑化程度超出他想象，甚至把邪灵给吃了。邪灵搞不懂啊，这帮孩子都这么黑暗了，还听老龙的话。林子想起爹被魔物害死，一怒之下，邪灵林子失控了，魔力一冲天，地动山摇。当老龙从废墟爬出来，发现隔壁城市也遭殃了，圣女跑来问老龙怎么了，老龙还没说话，一阵风差点带他飞了，还好这时候骑士长抓住了老龙的尾巴。老龙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现在的林子几乎魔化了，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。以前因为本性不坏才能被压制，现在魔力让林子变怪物了。林子说那少女对老龙真不敬，老龙得受这么一闹了，他打算干掉圣女。骑士长叹气说还是老姑娘靠谱，敢牺牲自己来保护这个城市。圣女说自己哪有那想法啊，骑士长好像是旁边看热闹的人。然后他们赶紧跑了。老龙本以为骑士长能掌控一切，谁知道骑士长转身就带着他们撤。可老龙真受不了看林子这样，所以他停下了逃跑的步子，看着那能量球砸下来，没二话直冲上去了。这次他头一回正面迎战。老龙觉得自己没保护好林子，不过硬抗的他似乎也没事，甚至一点都没受伤。可林子还是没回过神，伤势越来越重了。圣女一看这情况，立马撤了。但骑士长却说，看到老龙刚才那一幕，他心里有计划了，随后就把老龙扛起来，来到荡秋棍一样使劲甩，硬是把那能量球给砸散了。老龙身上还真没受伤。骑士长说，即便林子变坏了，在他心里，老龙还是最重要的。他的攻击对老龙完全不起作用，林子伤不到老龙，说明他心里还有那么点人性。骑士长就把老龙扔给林子，想让他们接触来唤醒林子。老龙差点就做到了，结果被冲击波吹飞了，还好圣女及时接住了老龙。这时林子的魔化又上了个台阶，老龙抓住了林子头上的红绳，看来他得变回原来的样子了，但得请骑士长帮忙争取时间，让圣女吸走自己身上的力量。林子在空中看到这情况，马上冲下来。老龙左看右看，终于看到了白龙，是他让小胡把林子引到白龙那儿。老龙靠白龙的翅膀当弹簧，把自己送到了林子身边。林子突然间回忆起了跟爸爸的点点滴滴，他才知道自己并非凡人，只是对这段记忆他一直没有。可是别人已经识破了他们父女的身份。爸爸临走前还交代林子，告诉他总有一天会有人温柔对待他。等到他再次睁开眼睛，就见到了老龙站在那。老龙给他额头轻轻绑上了一根红绳。虽然这城市已经快成废墟了，圣女却说这都不算什么，毕竟诛心却还没受到波及，而且城里人都是看得开的，哪怕外头世界崩塌，他们还是会照常庆祝节日。骑士长也没被遗忘，大伙在城里搞起了盛大的宴会，简直玩得不亦乐乎。银子的出现治愈了老龙，也治愈了他本身。